19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，英国想要夺得海上霸主的位置，所以那段时间他不停和他的竞争对手在海上战斗。其中最出名的一场战役就是特拉法尔加海战了。那场战役在当时算得上是海战中相当有规模的一次战役了，在英国的历史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因为最开始的时候，英国海军在那场战役中并没有什么优势，甚至还处于劣势状态，毕竟当时他的对手是法西联军。然而就是这样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具备的情况下，英国海军的中将纳尔逊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他用当时的胜利号作为旗舰，冲破了海战中的传统打法，并且巧妙地设计了战略方针，最终在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以少胜多，打出了一场漂亮的帆船歼灭战。这场战争胜利后，胜利号海舰带着纳尔逊的遗体回到了英国，而胜利号作为那场战役中的另一个主角，在他的身上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王者——英国胜利号战舰。这艘战舰的生平其实和我们的人生一样，也有挺多坎坷。它的命运起点是在1758年那一年的12月13日，当时伦敦的海军要求建造一批新的战舰。就这样，在皇家乔治号的基础上，英国设计师又做了一些改良，胜利号就作为这一批新舰的老大诞生了，而且还拥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——胜利号。在英国帆船的历史上，先后出现过5个被命名为胜利号的帆船。不过今天我们说的这一艘，因为开头讲的那场战役成为了最出名的一个，家族的成员起名肯定是非常慎重的，图的就是一个好兆头嘛。这样上了战场之后，光这个名字就足以振奋人心了。不过除了名字上面的用心之外，这一艘战舰的打造也是下了很大功夫的。胜利号战舰全身长将近69米，舰宽有15米多，这种规格在当时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之一了。因为有这么庞大的一个身躯在，所以要做它的骨架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一般的树木根本就担不起这个重任。建造者们最终选用了比较高大且方便取材的油木，这种油木因为生长环境十分珍贵，一般情况下它的生长周期是60年，但是这一艘战舰的龙骨用的木材长度又45米长，这样一棵油木需要长100年才能达标。除了整体的骨架之外，这艘战舰的其他部位基本上就是用橡木了，它的侧舷用了近60厘米厚的船体橡木护板，除此之外，在水线处也用了有90多厘米厚的橡木，用来做木质装甲和肋材。仅仅是它的身体就足足牺牲了2500棵橡树的生命，这些都是100年以上的树木，足足有60英亩。不过对于这一点，英国不心疼，因为这些木材都是来自殖民地的。当时的英国已经没有森林可砍伐了。除了木材之外，打造战舰最主要的铁，胜利号用掉了整整32吨。至于所用的时间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即便是这样，它在1765年经历了初次下水之后，还是被打入了冷宫。在这之后的近30年时间里，它都作为预备号被搁置在了一边，完全没有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机会。不过命运这件事情，谁也无法预测人生的尽头是什么样子的。这艘战舰怎么也没有想到，1778年那场海战竟然让他大展身手，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。他究竟是靠什么做到的呢？这就要仔细说到了。胜利号作为一艘1级战列舰，它自身拥有很大的优势，光是炮甲板就有3层，铸铁大炮的数量也多达102门。如果进入战斗状态，这艘战舰从上往下发射的炮弹重量可以是12到32磅不等。除此之外，胜利号的舰首也不是摆设，那里有2门巨型短炮，可以发射68磅的炮弹，有着粉碎者之称。就单看这个称呼，就能够想象到它的威力了吧？如果在真正的战役中，这船上的单舷炮一起发射，那么这艘战列舰单次发射出去的炮弹重量能够达到半吨左右。这些炮弹中含有400磅左右的火药包，威力不容小觑。在胜利号战舰上，光是32磅的长重炮就足以让人望而生畏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主要还是得从长重炮的自身实力来说。它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能够轻松击穿2米左右的橡木板。
一旦遇上了它，那敌人的战舰分分钟玩完。即便是处在最大射程之外的劣势状态，它依然能够轻松穿透60厘米的橡木板。这一下你就明白它为什么那么厉害了吧？威力太大，让人不得不服呀。所以说，胜利号在武器装备上简直就是高配中的高配版了。和这样一艘拥有104枚加农炮的战舰对抗，只能是自求多福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2艘这样的胜利号对轰的场面，简直就和《加勒比海盗3：世界尽头》中的景象一模一样。没看过的话，可以想象一下，能想多壮观就想多壮观吧。不过，胜利号在它的服役过程中，内部的配置也发生过很多次变化。他在参加特拉法加海战之前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，这个是可以理解的，毕竟是要出任务，所以总要小心谨慎一些。检查完了之后，该装备的添装备，该修整的修整，这样才能在战场上不出意外。上面所说的这个参数，就是胜利号战舰翻新之后的结果。虽然那场特拉法加海战让胜利号扬眉吐气了一把，但是在那场战斗中，胜利号也身负重伤，它两边的炮甲板几乎全部废掉了，甲板风帆已经千疮百孔。虽然没有报废，但也元气大伤，以至于战后他休整了整整4个月。在确认身体没有问题后，胜利号接了新的任务，他需要在海上监视敌国的动向。然而身体不给力的他，每完成一次任务就要大休一次，到后面终究被嫌弃，再次打入了冷宫，做了一艘预备舰。不过还好，很快他就再次出了冷宫。那之前他已经做了一个全身的休整，所以这一次他服役的时间相对长一点。那段时间里，他一直是杰维斯的旗舰。后来，胜利号还参加了圣文森特角海战。也正是在那次海战中，英国海军彻底认识到胜利号的缺陷，所以他们以此为由结束了胜利号的服役生涯，让他去做了一艘医疗舰。后来关于胜利号还有一个不知道真假的故事，据说1831年胜利号险些被拆除，当时的海军大臣托马斯·哈代已经签署了相关的文件，但是那天他回到家之后，和他的妻子说起了这件事情。他的妻子听了很难过，硬是让哈代改变了主意，收回了拆除胜利号的命令。就这样，胜利号才能留存至今。虽然故事的真实性无从考证，但却能够看出胜利号在英国人心中的位置。胜利号没有被拆，作为一艘曾经服役的战舰，它还为各种事业尽着自己的一份力量。它停在普兹茅斯的一个港口，在那里充当着水上仓库和训练舰。不管怎么说，它的体积都是非常大的，所以做仓库和训练舰还是非常合适的。当然，它还有另外一个任务，就是做海军学校的训练场。不过后来，那所学校有了新的训练舰，并且搬走了。胜利号在普兹茅斯待了很多年，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船底已经开始有铁皮脱落了。那个时候，他已经150岁了。经过战场和岁月的洗礼，他已残破不堪。不过还好，他的龙骨所用的油木非常的结实，能够支撑他不至于散架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英国人也总算记起了还有这样一个历史的活化石在。他们为了修复胜利号，专门成立了一个胜利号基金会，利用这个基金会去募集资金。为了纪念英国那段非常重要的历史，他们决定把胜利号恢复成了参加特拉法加海战时的样子。修复的工作整整持续了7年的时间。这艘见证了英国历史的旗舰，从船体到甲板都被整修一遍之后，开始了它的荣耀时刻。它开始在普兹茅斯港2号船坞一样天年，与此同时用来对公众展出。此时的胜利号已经有170多年的舰龄了，这样的待遇对于无法出海的老爷舰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可见英国人对胜利号重视的程度有多大。现在的胜利号战舰已经有248岁的高龄了，虽然它现在不能出海，但仍是英国精神的一个象征，更是18、19世纪帆船的代表作。本期关于胜利号战舰的介绍就到这里了，请持续关注我们，既可以收看最新的视频，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